哇塞，哇塞，哇塞，又来了一台，还是想往这里走。你看，好，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进行一个人工干预，一样的，我们只转方向盘去变道，然后你看，我们变道的同时，那转向灯立马就打起来了。那么这个打灯的动作呢，它是世界模型自动去完成的，而且这一次的人机共驾转向的舒适度是更高的，它不会说特别重。这一次 1.4.1B 的一个版本呢，它的跟车的距离依然是按照 NWN 世界模型，它自动根据不同的场景来设定它的一个跟车距离。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堵车的一个状态，它的跟车距离会稍微比较近，就防止人家加塞，然后同时增加我们自己的一个通行效率。那么在高速上面呢，它的车距是按照一个车速，比方说你车速越高，它的一个距离就会保持的越远，也减少了操作的一个复杂度。那么上一个版本呢，咱们在进入到这个人机共驾状态下面，其实时常会自动取消这个智驾的状态。那么这一次呢，咱们你看我像刚刚已经介入了这么多次，就主动去干预方向的时候，它也不会说轻易的去退出这个智驾状态。哇塞，你看刚刚那个车，哇塞，又来了一台。它其实这个掉头是一个比较难完成，就是一条车道比较难完成，它需要去占用隔壁车道的一个状态。你看这一次还是想往这里走，你看还是想往这里走。哎，不过可以哦，没有进到最右边，因为我们上一个版本呢，它在下了这个坡之后呢，它会进入到右边的一个借用车道。最右边那个车道它是无法完成右转的，它最后还是要并回左边车道，所以这一次呢，它没有走到那边去，也算是有一个进步吧。那么我觉得它这一次啊，它对于前方道路车辆或者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谨慎度上面来讲提升了很多哦。它确实是会想它万一有一个冲过来的一个可能，所以说它在路口就进行了一个2次的减速的一个动作。那么上一代的话，可能在路口之前会进行减速，但是在路口中间，它确保好像没有问题，它就立马去通过了。这一次不一样，它变得更加小心谨慎了。繁忙的城区路段来讲，它其实是会更加安全的。上一次我觉得它在路口还是会比较激进一点，那么这一次其实更加像我们在广州开车的一些老司机的一个操作了。广州的这个道路呢，交通啊，是吧，很复杂。好，现在是一个无保护的右转，整个方向的转向来讲没有问题，非常丝滑，而且非常的坚决。好，你看非常复杂的一个道路，这个斑马线呢，它有一个虽然说行人是红灯的状态，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去闯红灯。你看又有一个横穿马路的一个行人，它整体从发现到减速，它不会说像人类驾驶一样，它会先有一个非常大幅度的一个刹车，它是非常柔和，而且是控制的非常好。我觉得这一点，它的刹车就比很多人类驾驶员要开得好。你看这里，哇塞，这个地方这个路口真的太复杂了，就各种非机动车，然后穿来穿去。你看占用到我们这一条车道的一个操作，它其实处理的真的可以，真的不错。好，现在还是通过一个非常复杂的路口。那么在右边的车有一个盲区，哇塞，这里真的是哇，它这个其实我发现就是我以为它不会穿过来的，但是世界模型直接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面就提前的布局了这个刹车，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哇！刚刚那里真的是很危险。那么以上就是关于本次智驾的所有内容了，大家觉得新版本的智驾怎么样呢？评论区聊一聊。